科室发放补贴，我成了全院最大的笑话。作为全院公认的国医圣手，我1年240台高难度手术，可到手的补贴却只有区区2400块，而从未上过手术室的王主任却拿了120万，就连给我打下手的助理医师都能拿40万。我知道这是我没站队，没送礼，他故意排挤我。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装了，摆烂吧，要死大家一起死。主任脸都绿了。几天后，省里大领导来我们医院看病，点名要我这个国医圣手。这下终于轮到他王振国慌了。可就在几天前的科室年度总结大会上，他王振国还义正言辞地介绍着科室的辉煌。今年科室全年总手术量500余台，其中4级高难度手术260余台。他还特意用红色的激光笔在260这个数字上画了一个又一个圈，仿佛那是他亲手铸就的丰碑。殊不知有240台高难度手术的主刀医生其实是我凌晨。随后王振国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业务上去了，大家的辛苦院里和科室都看在眼里。下面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到了，我们将发放本年度的绩效补贴。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我们请财务小张当众宣读。王振国主任，综合贡献分98，年度补贴120万元。我笑了，一个从不上手术台，连阑尾炎都要叫2线医生来擦屁股的主任，拿了120万，多么荒诞，又多么现实。刘斌，副主任医师，综合贡献分85，年度补贴45万元。刘斌是王振国的头号心腹，他站起来朝四周拱了拱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又是一阵掌声，接下来念叨的几个都是王振国圈子里的人，没有一个低于20万。他们瓜分了科室最大的一块蛋糕，吃得满嘴流油。我大概已经能猜到了我的结局了。财务小张声音低沉地说道：凌晨，主治医师，全年主刀高难度手术240台，补贴。小张，大声点，让李医生也高兴高兴。补贴2400元。2400元，240台高难度手术，平均一台10块钱。全场瞬间死寂，所有人的目光整齐划一地聚焦在我身上。我成了全院最大的笑话。坐在我身旁的规培医生照片，一张小脸气得通红，嘴唇都在哆嗦。他蹭的一下就要站起来，手腕却被我死死按住。我摇了摇头，示意他坐下。在这种场合，任何争辩都只会让我显得更像一个跳梁小丑。王振国假惺惺地拿起话筒，开始了他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科室的补贴方案是经过科委会集体研究决定的。这个方案主要看的是综合贡献，不能只看手术量嘛。凌晨医生，技术是好的，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承认。但是呢，在团队协作、科室建设、人际交往这些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嘛。不善交际，团队贡献分低。这顶帽子扣下来，堵住了所有可能出现的异议。多么可笑的理由！我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无数个画面。为了攻克一台罕见肿瘤手术，我在手术室里连续站了16个小时，出来时直接虚脱晕倒。父亲生日，我答应了回家吃饭，却因为一台紧急车祸抢救，在电话里听着母亲的哭声，直到手术结束。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她画的全家福里，我的形象永远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背影。这些日日夜夜的透支，这些对家人的亏欠，这些拿命换来的所谓技术好，最后就值2400块。一句不善交际，我笑了，不是冷笑，不是苦笑，就是发自内心的笑了出来。王振国的脸色沉了下来。凌晨，你笑什么？对科室的决定有意见？所有人都看着我，等着看我如何应对这场羞辱。王振国宣布散会前，我突然站了起来。王主任，我有话说。感谢科室多年来的栽培，从今天起，我凌晨不卷了，我要当个咸鱼，准点下班，享受生活。说完，我拿起自己的笔记本，在全场死一般的寂静中，径直走向大门。王振国的脸色难看极了，他大概以为我会大闹一场，却没想到我用最平静的方式给了他最响亮的一记耳光。我走出会议室，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这天该变一变了。我说到做到，下午5点整，下班的铃声刚刚响起，我就合上了手里的病历。
我脱下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白大褂，换上我那件休闲装，然后拿起我的私人物品，走向打卡机。科室里所有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在市医院普外科，准点下班这4个字，约等于天方夜谭。尤其是我凌晨，科室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手术狂、夜猫子。此时王振国的办公室门开着，他坐在里面，一双眼睛像钉子，死死地钉在凌晨身上。那目光里充满了警告、威胁和压抑不住的怒火。我当没有看见，我从容地按下指纹，打卡机发出一声清脆的低声。我转身冲着王振国办公室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告别。然后在几十道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扬长而去。我能想象到，我走后，科室微信群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果不其然，刚走进电梯，手机就开始疯狂震动。我点开普外科精英群，里面已经炸开了锅。王振国的头号狗腿子，副主任医师刘斌，第一个跳了出来。某些人啊，拿了点补贴，心里不平衡，就开始闹情绪了，真是玻璃心，一点大局观都没有。就是王主任解释的多清楚了，综合贡献分嘛，自己不合群怪谁？一年到头就知道做手术，跟个木头一样。科室的活动从来不参加，这种人团队分能高吗？哼，一句句冷嘲热讽，像一把把刀子。过去我或许会愤怒，会据理力争，但现在我看着这些跳梁小丑的表演，觉得有点想笑。赵倩的私聊消息弹了出来，一连串的感叹号表达着她的愤怒。林老师，他们太过分了，简直就是一群强盗。您别生气，我去跟他们理论。不用，看戏就好。发完这4个字，我关掉了微信。此刻王振国正在大发雷霆，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我倒要看看，没了他凌晨，普外科是不是就要关门了？接着他会立刻拿起电话，把他最信任的心腹刘斌叫到办公室，用一种委以重任的口吻，让他接替我原本排得满满当当的手术。刘斌一定会拍着胸脯满口答应，保证完成，嘴上说着主任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心里却在直打鼓，因为他知道我排在今天晚上的一台手术是一台高难度的112直肠切除术，那是普外科手术里最复杂、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号称外科手术的珠穆朗玛峰。整个科室除了我，没人敢独立完成。但我不在乎了。回到家，我脱掉鞋子，躺在沙发上。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天亮到家，我前所未有的感到一阵轻松。打开热水，我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然后我穿上外套，下楼去了附近的超市。我买了新鲜的蔬菜、上好的牛排，还有一瓶红酒。我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一边吃一边翻看手机，微信群里对我的批判大会还在继续。他们大概以为我此刻正躲在某个角落里暗自神伤。我轻蔑地笑了笑，退出了微信，直接关机，然后打开投影仪，找了一部早就想看却一直没有时间看的科幻电影。不知道过了多久，电影结束，我也有了些许困意。我洗漱完毕，躺在柔软的大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得正沉，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猛地将我惊醒。是床头的座机，这个号码只有医院总机和科室才知道。我直接伸手拔掉了电话线，整个世界再次回归寂静。我翻了个身，继续睡觉。而此刻，市医院的手术室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无影灯下，刘斌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他面前的病人腹腔大开，鲜血正像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不断地向外喷涌。止血钳，纱布吸引器，快！刘斌的声音已经完全变了调，带着掩饰不住的恐慌。他根本控制不住出血点。监护仪上，病人的血压正在直线下降，心率开始变得紊乱，刺耳的警报声像一记记重锤敲在手术室里每一个人的心上。他们捅娄子了。手术室的气氛凝重的仿佛能拧出水来。王振国和刘斌站在手术台前，汗水已经浸透了他们的后背。无影灯惨白的光线照在他们脸上，两个人的表情都难看到了极点。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有效止住那个该死的出血点。病人的生命体正在持续下降，监护仪上的数字像死神的倒计时，每一次跳动都让他们的心脏跟着抽搐。护士长是个经验丰富的老人，他急得直跺脚。王主任，这样下去不行，病人要没了。这个出血点的位置太刁钻，只有林医生能处理。凌晨，又是凌晨。王振国在心里咆哮，他黑着一张脸，
死死地盯着手术台，仿佛想用眼神把那个洞给堵上。可现实是残酷的。主任，您看，血压还在掉，我们得赶紧联系林医生，再晚就来不及了。主任，听我一句，现在打电话吧，求您了。王振国咬了咬牙，他知道今天这个电话他非打不可。他掏出手机，手指颤抖地找到了我的号码，拨了出去。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冰冷的机械女声传来，像一盆冰水从王振国的头顶浇到了脚底。他竟然敢关机！王振国气得差点把手机摔在地上。他不死心，又打科室的座机，结果是盲印。他这才想起来，那个座机线早就被我拔了。王振国在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暴跳如雷，对着刘斌破口大骂：“废物，一群废物！”刘斌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最终，王振国没有办法，只能紧急启动应急预案，把全院所有相关的主任级医师都从被窝里薅了起来，进行紧急会诊抢救。几个老主任连夜赶到，对着这个烂摊子也是直摇头。最后，所有人合力折腾了大半夜，总算是勉强把血止住，保住了病人的一条命。但手术做得一塌糊涂，原本可以微创解决的问题，现在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我则一觉睡到自然醒，感觉神清气爽。8点半，我踩着点，不紧不慢地走进了办公室。科室里一片狼藉，走廊上挤满了病人家属，哭喊声、咒骂声、争吵声混成一团。几个年轻医生被围在中间，手足无措，脸色惨白。我对此充耳不闻，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我端着茶杯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一片混乱，眼神平静。王振国猛地撞开了我的办公室大门。凌晨，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接电话？你眼里还有没有集体？有没有病人的死活？王主任，我昨天下午5点准时打卡下班了，按照规定，下班之后属于我的非工作时间，我是自由的。至于电话，我的手机没电了。再说，我的补贴2400块钱1年，一台手术10块，为您提供24小时全天候待命服务。王主任，您觉得这合适吗？好你个凌晨，你给我等着！我要上报医院，扣你工资，扣你奖金。反正本来也没多少。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打开电脑，开始看起了医学期刊。最终，他狠狠的一跺脚，转身摔门而去。这天，科室又来了一个棘手的病人，腹主动脉瘤，瘤体巨大，而且位置紧贴着重要的肾动脉，手术风险极高。这种手术一旦破裂，病人会在几分钟内因为大出血而死亡。王振国紧急召集了全科的主任医师进行会诊，几个主任看着 CT 片子，一个个面露难色，眉头拧成了疙瘩。瘤体太大，位置极差，剥离时极易伤到肾动脉。是啊，术中血压控制也是个大难题，风险太高了。这种难度的手术，以前不都是你医生主刀的吗？不知道谁小声说了一句，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瞟向了王振国。王振国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当然知道这种手术放眼全院，也只有我凌晨有超过90%的把握拿下，但他拉不下那个脸来求我。他咬了咬牙，硬着头皮对刘斌说：“你在这个岗位上经验最丰富，这台腹主动脉瘤手术就由你来主刀。”主任，我不行，我真的不行。上次那个医疗纠纷到现在还没完，这种手术我死也不敢碰啊！上次那个1/2指肠切除术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干净，再来一个更要命的腹主动脉瘤，这要是出了事，他这辈子就算完了。王振国气得鼻子都歪了，指着刘斌骂了半天，刘斌就是死活不肯接。最后，王振国实在没办法，只能选择了一个最窝囊的方案——保守治疗。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所谓的保守治疗不过是拖延时间，是在等死。这不是摆明了让病人等死吗？那颗腹主动脉瘤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在病人的身体里爆炸。一时间，科室里人心惶惶。一些有点门路的病人打听到情况后，纷纷开始办理转院，转到其他医院。普外科的病床第一次出现了大量的空缺，手术量和手术质量断崖式下跌。科室这个月的奖金肯定是彻底泡汤了。于是，私下里的抱怨声开始此起彼伏，但这次他们抱怨的对象不再是我，而是王振国和刘斌。赵倩像个小情报员，忧心忡忡地跑来向我汇报：“林老师，科室里都在传王主任是外形指导内行，把大家搞得乌烟瘴气。现在好多人都后悔当初那样气走您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赵谦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王振国坚硬的不行，开始跟我玩软的。他在科室周会上一反常态的对我大加表扬。林晨同志虽然最近工作热情有所下降，但他的技术水平我们还是要肯定的。我决定要向医院给他报请本年度的优秀员工，大家鼓掌。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尴尬。这捧杀的伎俩也太明显了，所有人都看向我，想看我怎么接招。我放下手机，站了起来，对着王振国微微一笑：“多谢主任好意，但我现在只想当条咸鱼享受生活，这荣誉还是给刘副主任吧。”刘斌的脸瞬间涨红，王振国再次被我当众顶了回去，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他所有的计谋，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在我这里全部失效。没有了我这根顶梁柱，普外科的运转几乎陷入了半瘫痪的状态，各种投诉纠纷不断。院领导也开始频繁找王振国谈话，言语间充满了不满。他那个靠着溜须拍马和熬资历混上来的主任位置，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他被我逼入了绝境。这天下午，天气阴沉，一辆挂着特殊红色牌照的红旗轿车直接开到了住院部楼下。那车牌我虽然不认识，但光看那气势就知道里面的人身份非同小可。紧接着，更夸张的一幕出现了：院长、副院长带着医院办公室、医务科的一众领导班子，几乎是小跑着从行政楼里冲了出来。他们脸上带着谄媚又紧张的笑容，一路跑到车门边，恭恭敬敬地站成一排。那场面像极了古时候太监迎接圣驾。科室里的窗户边挤满了看热闹的脑袋。车门打开，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神情严肃的年轻人先下了车，警惕地扫视着四周。随后，一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者在众人的搀扶下缓缓地走了下来。陈老虽然面色有些苍白，但眼神锐利，自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他被紧急地送进了我们普外科的 VIP 病房，整个科室的气氛瞬间紧张到了极点。初步诊断结果很快出来，像一道晴天霹雳劈在了王振国的头顶。巨大氏个细胞瘤合并急性心力衰竭，这是一种极其罕见且凶险的疾病。肿瘤会无规律地分泌大量激素，引起血压剧烈波动，手术中极易引发恶性高血压危象、心衰、脑出血，死亡率超过70%。院内所有顶级专家被紧急召集到普外科会诊。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压抑。神经外科的、心内科的、麻醉科的，所有主任都对着那张 CT 片子连连摇头。太棘手了，肿瘤把肾上腺和周围的大血管都包裹住了，完全没有下刀的地方，根本没有手术空间。而且病人年纪大了，还有心衰，根本经不起这么大的手术创伤。这手术我们院里没人敢动，风险太大了。所有人的结论惊人的一致：放弃手术，保守治疗，也就是等死。王振国站在一旁，汗水已经湿透了衬衫，黏腻地贴在背上。他知道这个结论院长不可能接受。保守治疗，你们说的轻巧。你们知道这位老先生是谁吗？要是在我们医院出了事，我们所有人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突然，心内科的主任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一拍大腿：“我记得凌晨，普外科的凌晨，他的博士研究课题就是氏葛细胞瘤的靶向治疗和手术创新。他还在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过好几篇相关的论文，可以说非常有见地。”一瞬间，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王振国的身上。唯一的希望就是我，凌晨。院长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走到王振国面前，用一种不容置喙的命令语气：“王振国，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就算是跪下求，也必须让凌晨主刀这台手术。如果陈老出了任何问题，你这个主任明天就不用干了。”王振国汗如雨下，双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他知道，这次是真的完脱了。这个病人的身份是他，乃至整个医院都绝对得罪不起的存在。他跌跌撞撞地冲出会议室，疯了一样的跑到我的办公室，推开门，他看到我正悠哉悠哉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我准备到点下班了，他第一次放下了他那高高在上的主任架子。林医生，救命啊！有个急诊手术！我没有理会他，我慢条斯理地关掉电脑，把桌面上的东西收拾干净，然后拿起我的外套。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5点整。下班时间到了，主任。林医生，
林大爷，算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这次你一定要出手啊，不然我们都完了。王主任，按时下班，不给科室添麻烦，这可是您在大会上亲自教导我们要遵守的规矩。我把规矩2个字咬得特别重，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变得惨白。我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精准地捅进了他最虚伪的心脏。就在这时，院长带着一中院领导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看到我和王振国堵在门口僵持，院长立刻明白了情况。他狠狠地瞪了王振国一眼，那眼神里的厌恶和愤怒毫不掩饰。然后他转向我：小林医生，我代表医院向你表示歉意，但是现在情况紧急，病人的身份非同小可，关系重大，还请你以大局为重，无论如何先救人。院长的姿态放得很低，一番话说的也是滴水不漏。我看着院长，目光平静。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院长，我可以做这台手术，但我有3个条件。你说。第一，我要医院立刻在全院范围内下发通报，公开批评王振国主任在绩效分配工作中的严重不公行为，并且他必须就补贴一事，当着全科室同事的面向我林晨公开道歉。王振国的身体晃了一下，几乎站立不稳，当众道歉还要全院通报，这比杀了他还难受。王振国，你听到了吗？现在立刻向林医生道歉。林医生，对不起，之前是我错了。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我点了点头，淡淡的说了一句：我接受你的道歉。然后我伸出第2根手指。第二，立刻由院纪委和财务处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重新审查普外科近3年以来所有的绩效分配方案和账目，所有不公正、不透明的地方必须全部纠正，该补给1线医生的1分都不能少。没问题，我亲自督办。第三，这次手术我需要完全的自主权，从手术方案的制定到团队成员的选择，所有的一切由我一人决定。我不希望有任何外行的行政命令来干涉我的专业判断。这个自然，你是主刀，手术室里你最大。准备手术吧。我转身一边走向更衣室，一边头也不回地说道：赵倩，你来做我的遗嘱。被点到名字的赵倩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爆发出巨大的惊喜和激动。是林老师。我换上手术服，戴上口罩和帽子，只露出一双眼睛。当我再次走出更衣室时，整个人的气场已经完全改变。那个慵懒散漫的咸鱼凌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眼神锐利如刀、气场沉稳如山、无所不能的手术之王。我回来了。手术室的无影灯亮起，照得整个空间一片雪白，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冰冷而肃穆。我站在手术台前，看着监护仪上不断跳动的数字，脑中飞速运转，构建着整个手术的流程。血压180/110，心率130，准备进推焚托拉明。我的声音冷静而清晰，通过口罩传出，带着不容置喙的权威。麻醉师立刻执行。赵倩站在我的对面，担任遗嘱。她的小脸上写满了紧张和激动，握着持针器的手有些微微发抖。这是她规培以来第一次登上如此重要、如此高难度手术的舞台。我看了她一眼，声音放缓了一些：别紧张，跟着我的节奏来，把你平时练的都拿出来就行。赵倩深吸一口气，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神逐渐变得坚定。刘斌和其他几个王振国的亲信被我毫不留情地排除在团队之外，他们只能像普通医生一样站在手术室的角落里旁观。手术刀，我伸出手，器械护士立刻将冰冷的手术刀拍在我的掌心。手术正式开始，切皮、分离组织，进入腹腔。我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稳定，没有丝毫的多余。那颗巨大的嗜铬细胞瘤很快暴露在我们的视野中，它像一个盘踞在腹腔深处的狰狞怪兽，表面布满了怒胀的血管，并且已经和周围最重要的腹主动脉、肾动脉紧紧地粘连在了一起。情况比术前预估的还要糟糕，旁观的医生们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种程度的粘连，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大血管破裂，病人会在瞬间毙命。准备阻断铅，控制肾地血流。我一边下达指令，一边用特制的剥离器开始进行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分离操作。我的手指修长而稳定，仿佛天生就是为了握手术刀而生。
玻璃器在我的操控下，像一只拥有生命的精灵，在血管和肿瘤之间那不到1毫米的间隙中，精准的游走、切割。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变慢了，整个手术室只剩下监护仪滴滴的声响和器械碰撞发出的清脆声音。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突然，监护仪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报告，病人血压骤降，心率下降到40。危机瞬间降临，这是肿瘤被触动后激素水平急剧变化引起的血流动力学紊乱。赵倩的脸一下子就白了。林老师，慌什么？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血库备血加压输入。我的声音依旧沉稳如山，像一根定海神针，瞬间稳住了所有慌乱的人心。赵倩，看清楚，这个位置是肿瘤的主要供血动脉，找到它，结扎它，血压就能稳住。我一边操作，一边还在进行现场教学。这已经不是一台单纯的手术，这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处理演示。在所有人都手心冒汗、心惊胆战的时候，只有我稳如磐石。我的眼神专注而锐利，仿佛整个世界都与我无关。我的眼中只有那方寸之间的战场。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浴血奋战，那颗巨大的肿瘤终于被完整的从病人身体里剥离了出来。当它被放入托盘的那一刻，发出了沉闷的声响。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仿佛经历了一场战争。我直起腰，宣布了这个结果：手术成功。此时门外，院长、陈老的家属，还有一众院领导都焦急地等候着。看到我出来，他们立刻围了上来。林医生，怎么样了？我摘下口罩，露出一张被汗水浸透、写满疲惫的脸。我平静地点了点头。手术很成功，肿瘤完整切除了。门外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热烈掌声。院长激动地握住我的手，不停地说着：“辛苦了，太感谢了。”应该的。陈老那位看起来身居高位的儿子也走上前来，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后续的交接工作安排给了赵倩，自己则默默地转身走向更衣室。脱下沉重的手术服，我感到一阵虚脱，但我的内心却是一片前所未有的平静。我用我的刀不仅救回了一条命，也为自己劈开了一条通往光明的路。深藏功与名，这种感觉真好。陈老的术后恢复好得惊人，短短几天他就能下床走动，精神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他对手术结果非常满意，尤其是听说了那场长达8个多小时惊心动魄的手术过程后，对我的医术更是赞不绝口。这天上午，我查完房，正准备离开，陈老的秘书叫住了我。林医生，陈老想请您到病房里单独聊一聊。我有些意外，但还是点了点头。小林啊，我听说我来之前，你们科室好像出了点小状况，你这个主刀医生差点撂挑子不干了。我的心猛地一跳，只是含糊地说了几句，大概就是工作压力大，想休息一下之类的场面话。陈老听完笑了笑，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仿佛能洞穿一切。不用说这些客套话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几天也看明白了。心性正直，但身上有股傲气，也有股被压抑的怨气。一个能让你这样的顶梁柱都心灰意冷，要甩手不干的科室，问题恐怕不小吧？他没有再追问，而是从床头柜里拿出了一本红色的证件，递给了我。我疑惑地接过来，打开一看，瞳孔瞬间收缩，我的心跳开始加速。陈老笑着收回证件，语气平淡地解释道：“这次来你们这儿，主要是疗养身体，顺便也受老领导所托，对基层医院做一次非正式的暗访。没想到自己倒先成了病人。”他自嘲地笑了笑，我瞬间明白了，我的机会，我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来了。陈老，您说的对，我们科室的问题积压已久，已经到了不得不发的程度。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将王振国在科室里一手遮天，外行指导内行，任人唯亲，打压技术骨干，以及最核心的绩效分配黑幕，有条理、有根据的全盘托出。为了增加说服力，我从手机里调出一个加密的文件夹，里面是我平时悄悄记录下来的一些证据，比如王振国和刘冰常年不参与高风险手术，却总能出现在手术记录里的指导一栏，比如科室排班表上，那些又苦又累的夜班和急诊班永远都落在一线年轻医生的头上，而他的亲信们总能分到最清闲的岗位。再比如
科室几次医疗设备和耗材的采购项目中，中标公司的报价明显高于市场价，而那家公司的老板和王振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些证据环环相扣，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陈老一边听一边看，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凝重的神色。当他看完所有资料后，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真是触目惊心，胡闹，简直是胡闹！我真没想到，一个是级医院的标杆科室，内部居然已经腐化到了这种程度。这是在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这是在毁掉中国医疗的根基。小林，你是个好医生，有风骨，有技术，更有良知。你受的这些委屈，不能就这么算了。你放心，这件事我管定了。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知道王振国的末日到了。第二天一早，医院的天就彻底变了。一纸来自省卫生系统的红头文件，以加急的形式直接送到了院长的办公桌上。文件内容很简单，经研究决定，即日起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市医院，对普外科进行为期1个月的全面财务及行政审查。调查组的规格之高，前所未有，由省纪委、省卫生厅、省审计厅3方人员共同组成。王振国听到这个消息，他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浑身抖得像筛糠。他知道这是陈老的手笔，他完了。他开始疯狂地打电话联系他那些所谓的保护伞，但电话那头要么是无人接听，要么就是冰冷的我不认识你。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他又开始疯狂地销毁证据，将办公室里所有可能涉及问题的文件都扔进了碎纸机。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调查组的动作雷厉风行，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他们进驻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了普外科所有的财务账目和行政档案，然后第一个约谈的人就是我。在一个独立的会议室里，面对着几位表情严肃的调查组成员，我将我掌握的所有情况和证据毫无保留的全部提交了上去。第二个被约谈的是赵倩。小姑娘虽然紧张，但在我的鼓励下还是鼓起勇气，将她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有了我们2个作为突破口，调查组迅速掌握了核心线索。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王振国的头号心腹刘斌，在被约谈了仅仅半个小时后，精神就彻底崩溃了。为了自保，为了争取一个污点证人的宽大处理，他第一个跳了出来，把王振国这些年来的老底全都给掀了个底朝天。王振国彻底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王主任还想做最后的挣扎，他跑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想找我求情，让我去陈老面前替他说几句好话。我连门都没让他进，直接让赵倩告诉他，林老师很忙，没空。那几天，整个普外科都笼罩在一种风声鹤唳的氛围里。王振国每天待在他的主任办公室里，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如坐针毡，精神几近崩溃。科室里的所有人都看清了风向，他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向我靠拢，见到我都堆起笑脸，毕恭毕敬地喊一声林老师。对于这些墙头草，我一概不理，态度冷淡而疏离。调查结果比所有人预想的都来得更快。王振国的罪行铁证如山，无可辩驳。他在绩效分配中利用职权严重违规操作，个人及伙同亲信侵占的科室奖金总额高达数百万。更严重的是，调查组顺藤摸瓜，查出他在过去几年的多起医疗设备和高质耗材采购中收受供应商巨额回扣的犯罪事实。他的几个核心亲信，包括刘斌在内，也因为同流合污，证据确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1周后，医院召开了全院职工大会，会场就在当初那个让我蒙受奇耻大辱的会议室里。这一次，站在台上的是院长和省里派来的调查组领导，而王振国则像一条丧家之犬，失魂落魄地坐在第一排，等待着对他的最终审判。调查组领导当场宣读了对王振国的处理决定。经查，原普外科主任王振国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涉嫌职务侵占、受贿等严重职务犯罪。经研究决定，免去其在市医院的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正式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话音刚落，2个穿着制服的纪检人员就走了进来，站到王振国的身后。王振国浑身一软，彻底瘫在了椅子上，面如死灰。他被纪检人员一左一右地架起来，拖着往外走。
经过我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朝里面看了一眼。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悔恨、不甘、怨毒，但他终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像一条死狗一样被带走了。他亲手导演的闹剧，终于以一种最不堪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大会上，院长还当场宣布，将立刻废除普外科原有的不合理绩效方案，并由院方垫资重新核算普外科近3年来的所有绩效奖金，对所有一线医护人员予以全额补发。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激动。会议结束后，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银行发来的短信，这是我过去3年应得而未得的血汗钱。赵倩在我旁边看到了那串数字，激动的一下子跳了起来，抓着我的胳膊又笑又叫。发了，都补发给您了。比他自己发了奖金还要高兴。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串长长的数字，脸上却没有太多表情。我想要的从来都不只是钱，我要的是公平，是公道，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间。王振国倒台，主任的位置空了出来。无论是从技术、声望，还是在这场风波中展现出的魄力和担当，我都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我以全票通过的压倒性优势当选为普外科新一任的主任，全面主持工作。这个结果符合医院的晋升流程，也顺应了所有人的期待。我看着台下那一双双充满信任和期盼的眼睛，第一次感觉到了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这一次我没有逃避，